18大后第一个落马的高官。李春城出身建筑专业，在成都市内大刀阔斧的搞城市改造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长，背后其实就是跟特定开发商联手操控土地拍卖价格，暗中吃下工程回扣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中国官场小道说，我是洪耀南，让我来说。今天要讲的这位官场的人物，不但位高权重，而且跌得特别早。2012年，习近平刚刚上任，他就被拿来记起的第一只老虎，他就是四川省委前书记、成都市委前书记李春城。这个人有多神奇？简单来说，他既会搞建设，也会炒地皮，更会拉关系。关键的是，他背后牵扯了一条庞大的川系利益链，和政法大老虎周永康的家族纠缠得密不可分。讽刺的是，李春城很喜欢拿礼兵治水来说事，常常告诉下属，当官不在于大小，而要像礼兵那样子为百姓留名。而最后留名的方式，却是18大后第一个落马的高官。他倒得特别快，快到连当时中纪委内部的人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。李春城正是习近平打老虎敲石头先下老虎的真正的大老虎，其实还在后面。李春城出身建筑专业，当过工程师，也当过规划局局长。他脑子很清楚，知道要怎么样让一座城市看起来很有希望。在成都市内大刀阔斧的搞城市改造，几百个城中村一口气拆掉，高架路、地铁、办公楼一个接着一个上马。这些项目吸引了大量的地产商进场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长，但背后其实就是他跟特定开发商联手，操控土地拍卖价格，暗中吃下工程回扣。有了地皮市值上亿，他指定只卖给了熟人公司，再靠城市规划配套拉高地价，中饱私囊。比如新都区的五龙山项目，2块地总共518亩，起标价每亩105万，拍卖当天只有一家公司，成都同泰公司，举牌不到6分钟，底价成交。要知道，隔壁解放军的央企保利拿地，价格是每亩125万，这么一算，中间就差了上亿元。这个成都同泰公司注册资本额只有1000万，到位资金200万，就是个标准的皮包公司，怎么可能操盘上百亿的大项目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背后有人。这个背后站的就是李春城的大学同学史振华。史振华黑龙江绥化人，李春城的老乡兼校友。他带着外甥王亮还有几个朋友组成一个小圈圈，成都人称他们是哈尔滨帮。这一群人专门钻政府的空子，利用关系拿地，再转手合作开发商。在五龙山的项目里，他们就把万科拉下来。万科为什么要和这种小公司合作呢？因为特殊土地的区块要有政府关系，才能低价拿下。万科有钱有技术，却没有门路；哈尔滨帮有门路，却没有钱。双方一拍即合，最后
成都同泰公司成为中介公司，万科成为真正的买家。据传这一笔操作让中间人赚走了数亿元的中介费。这一些熟人的公司到底是谁？传闻中有一大部分跟周永康的儿子周斌的商业网络有关，而周永康曾经是中共政法沙皇，他的地位仅次于总书记，他掌管的政法系统涵盖了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、国安、武警，甚至还能够插手石油系统和四川地方人士。换句话说，在他权力巅峰的时候，全中国的警察、特务、武警几乎都是听他一个人的指挥。李春城表面上是四川省副书记，实际上他是周永康在四川的眼睛和耳朵。他能够帮周家打点的地产项目输送利益提供了方便，周家则替他撑腰，两边一拍即合。这也是为什么外界称李春城是川系利益链的前哨棋子。这张川系利益网既是金钱的链条，也是权力的链条。问题来了，李春城又不是傻子，他知道这种操作不能搞太久，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会是那个打响反贪第一枪的人。2012年11月，中共18大刚刚结束，大家在讨论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什么，而李春城还在北京，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。很多人都觉得他的仕途还要继续往上走，可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12月2日，他突然被中纪委双规。官方没有提前预警，没有铺陈，整个四川的官场都吓坏了。很多人还在说是不是搞错了，因为这一刀来得太快太突然。其实背后有人举报，有人把线索一环扣着一环送到了北京，最后直指成都的土地开发。更巧的是，这个时机正好撞上了习近平的亮剑反腐的节点，李春城成为那一颗被捡上台面的第一颗棋子。更惊人的是，很多当时的中共高层还不知道周永康已经被盯上了。换句话说，李春城落马是一种先声夺人式的预告，也让外界第一次发现习近平真的要动刀了，而且第一刀就切进了政法系统。李春城一倒，他所参与的大量工程被重新调查，整个四川政商圈风声鹤唳。他的秘书、他的朋友、跟他合作的地产商，一个一个被约谈。几个月内，成都的氛围彻底变了样。有人感叹，以前的官员和商人是一起干活，后来是人人自危，不少地产商的项目因此搁浅，投资圈一片混乱。李春城被查后，几个密友和下属也陆续落马。这一案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，不仅清理了成都的土地交易，更直指撼动周永康的权力网络。因为李春城只是前哨，真正的大老虎其实还在后面。就像猎人要进山打猎，会先捡起一颗石头，猛砸向山谷。石头的声音一响，山林间瞬间的安静，草丛里的动静也就全部暴露出来。李春城其实就是习近平的反腐的敲石头。
他一倒，整个四川的官场都跟着颤抖，引爆了周永康整个政治网络的崩溃。外界也第一次意识到，习近平真的要动刀子了，而且动的还是直通政法委系统、直通中央权力核心的那一把刀。李春城本人直接收贿仅3000多万，但因利用职务指使，默许某些开发项目，导致以公共资产如土地的拍卖、国企的改制等严重的流失，造成中国国家损失高达10亿以上。判决结果是无期徒刑，终身剥夺政治权利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金额上，他并不是最贪的那一个，但他有一个第一，他是习近平反腐打下的第一只老虎，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征的意义。他的倒台，开启了后续周永康、薄熙来、郭伯雄等大老虎的清洗的序幕。李春城从哈尔滨到成都，从规划师到副书记，一个本来能够靠建设留下名声的城市书记，最后因贪婪和权力的交易，把自己推向深渊。他自比李斌说：“当官不在大小，为人民做事才能被记住。”结果他真的被记住了，不是因为治水，而是因为成为习近平反腐的第一刀。有人说他是贪婪害了自己，也有人说他只不过大棋盘的一枚弃子。问题来了，你觉得李春城的落马是单纯的反腐吗？还是权力布局的政治斗争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面分享你的看法。中国官场小道说，我是洪耀南，让我来说。